在当地时间6月14号，瑞典的国际智库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 SPRI 对外发布报告，目前全球核武库总数虽然有所下降，相对于2020年减少了320枚，但处于备战状态的核弹头数量却开始增加，从3720枚提高到了3825枚。这些核弹都时时处于发射状态，这一变化在当前国际形势下显得尤为显眼。报告显示，全球2021年预估的核弹头数量在13080枚，分别在美、俄、英、法、中、印、巴基斯坦、以色列、朝鲜等几个国家，其中俄罗斯仍然处在全球核武库第一位，坐拥6255枚核弹头，美国处于第二，拥有5550枚。剩余的国家中，英国已经明确表示将会扩大自己的核武库，而中国、印度和巴基斯坦则在寻求核武的技术突破。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在报告中提到，作为目前全球军力前3的国家，中国的核武库是其中最少。在2020年的数据中，中国核武库仅为320枚，但鉴于目前台海和中美关系的变化，中国核武库预估会进入年增 10% 的速度，在今年也就是2021年达到350枚的数量。实际上，从这些年我军各型装备的服役列装消息中，可以明显察觉到我国的国家建设正在提速，这已经说明高层看到了当前国际形势下暗藏的危机，而且这种危机会十分致命，因此必须尽快巩固军改成果，全军各部随时准备打仗。而我国官媒背景的《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也接连2次提到，为了国家安全，中国核武库必须快速扩容，达到1000枚以上的规模，才能有效遏制敌对势力可能存在的威胁计谋。很讽刺的是，面对中国将核武库扩充到1000枚这种提议，还遭到了不少人反对。很多人拿着早就该埋进土里的友邦惊诧论批评胡锡进宣传威胁论，却不见这些人对于美国坐拥5000多枚核弹头说过一句指责的话语。有观察人士指出，目前台海、南海等本就敏感的地区，在美国的介入和挑拨下，已经出现明显站队。日本、澳大利亚、菲律宾，甚至还有西南方向的印度，已经表明出现对华恶意。这种矛盾日益尖锐的情况下，中国已经无法规避，只能正面面对新时代的考验。事实上，对于目前我国国防建设的相关问题，我国国防部吴谦大校就很直接的面试，当前国际形势十分复杂，这个天下并不太平，国防是必须要强大的。据港媒东方网在6月15号报道，美军里根号航母编队在前一天突然进入南海海域，航母上搭载的 FA-18F 超级大黄蜂战机密集进行起降训练。然而，这密集的起降训练之中，却有多架特种军机混杂其中。我们都知道，美军太平洋舰队如今最核心的一个任务，就是压制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美军多次在外交上通过军事、政治、经济等影响力，胁迫我国周边国家站队，以此组建一个一致对华的军事联盟。是否将与中国爆发正面战争，更成为了国际社会高讨论度的话题。如此敏感的情况下，美军这一次里根号航母在南海的动作，显然不会是简单训练。有美媒防务新闻就谈到了自己的看法，该媒体认为，在短短不到1周的时间里，美军先后出动了6架特种军机在南海上空出没，这是一个十分罕见的行为。而这多架特种军机中，最需要注意的就是美军的 MC-130J 特种军机。MC-130J 特种军机一般用于执行投送特种作战部队，功能情况外界无从得知，仅仅了解这架特种军机可以为特种部队执行渗透、撤退提供一定的协助。而该款军机即便在美军内部也是十分罕见，更不用说如今它还出现在了中国周边海域。该媒体提到，正是因为 MC-13J 军机与渗透任务息息相关，因此美军将其部署在南海周边，显然有着自己的打算。美军此举很可能就是在南海地区预先演习渗透作战任务。除此之外，早在1个月前，美军五角大楼内部就曾经有过一个方案报告，具体内容无法得知，但有官员透露，这涉及到了特种作战任务以及对华渗透打击。综合上如今的 MC-130J 特种军机现身，恐怕正是这一方案导致的结果。值得一提的是，有观察人士认为，我国对此必须高度警惕。美军如果想要在南海执行渗透任务，那么目标地点很可能是我国在南海相关海域填海造岛建立的一些军事基地。比如在本月初，美军就发现自己的舰队每次在南海周边行动，全程都会遭到解放军追踪。后来经过卫星密集比照，才发现了我国南海周边岛屿上的一些军事设施为我军提供了优秀的侦察能力。如果放在战时，那么美军舰队就会沦为我国远程精准打击的目标。
这段时间，在遭受中国经济打击以后，澳大利亚反华道路上一路狂奔，像得了失心疯一样。而莫里森最近把希望寄托于七国集团 G7， 借此拉拢盟国好好打击中国。然而，莫里森政府过于高估自己的地位，遭到盟友的无视。在G7峰会之前，莫里森曾宣称，澳大利亚政府将就中国对澳大利亚产葡萄酒征收200%关税一事向世贸组织寻求帮助，并且已经申请起诉中国违反 WTO 规则。同时，他还表示将寻求他国领导人的支持，以应对中国的经济胁迫。而在当地时间13号，英国康沃尔举行的G7峰会闭幕，并发表了公报，对涉疆、涉港、台海、新冠溯源等问题对中国发难。G7似乎已经沦为美国反华的政治工具。不过，面对澳大利亚的诉求，G7公报上对此丝毫未提，把莫里森晾到了一边。不过，日本倒是很积极热心，替澳大利亚发声。在当天，日本首相菅义伟和莫里森进行了首脑会晤，并声称反对经济胁迫，并且强调深化合作，推动四国对话，实现一个自由和开放的印太。这两个反华前沿勾结，我们一点都不意外。如果日本要声援澳大利亚，不妨把市场开放给澳大利亚，岂不是更有诚意？虽然G7成员之前表面上支持莫里森，但背地里都快速填补澳大利亚在华出口市场。被戏耍的莫里森政府却还要他们替自己出头，是傻还是蠢呢？而之所以说莫里森政府反华反成失心疯，是因为最近他们的反华行动毫无章法，又莫名其妙。在澳大利亚对华出口遭受重创以后，先是表明态度不会放弃价值观，同时又多次和中国打电话，遭到中国无视。在没有得到回应后，又撕毁协议、审查限制中资投资等威胁中国，中国还是不接电话，同时又多次对涉疆、涉港、台海等方面干涉中国内政，甚至还多次表示要介入台海局势。近日，澳防长还表态欢迎更多美军入驻，以应对来自中国可能的冲突。这一系列举动就像是一个失心疯病人自导自演的一出烂剧。与此同时，莫里森还在G7发布会上表示，澳大利亚正希望重启与北京的对话，已经准备好随时和中国坐下来谈。这就解释了莫里森政府一切激烈反华举动，就是在胁迫中国坐上谈判席。美国都做不到的事，莫里森哪来的勇气认为自己可以？只要澳大利亚态度一天不端正，谈判就是浪费时间，中国还需要继续加大力度痛打。近日以美国为首的G7集团会议落下了帷幕。按照美国总统拜登的想法，这次会议将统一各盟友的想法，一致针对遏制中国，重振美国世界霸主地位。但是拜登的想法未免也太天真了，现在的美国已经不是当年的美国了。据 CNN 报道，美国、英国和加拿大3国强调需要对中国采取强硬的态度，而其他国家则在对待中国问题上与这美英加3国产生了严重的分歧。德国与法国希望欧洲外交自由，不愿与中国交恶。法国总统马克龙则公开表示，G7集团不是对抗中国的集团，欧洲并没有将中国视为新的敌人，也没有追随拜登的意愿。欧洲不会寻求与美国结盟，也不会成为中国的附庸。目前G7成员国的法国与德国在与中国的贸易合作上有着巨大的需求，而美国拉拢他们共同对抗中国，则相当于切断法德的财路。法德2国为了自身的利益必然会揭竿而起。这次拜登在参加完G7峰会之后，马不停蹄地赶往日内瓦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会晤。拜登希望借助此次会晤能够缓和与俄罗斯之间的关系，希望说服俄罗斯能加入遏制中国的计划之中，再不济也要挑拨一下中俄之间的友好关系。中国与俄罗斯是大国，都具有和美国相抗衡的实力，如今中俄的友好关系让美国倍感压力，所以美国一直热衷于破坏中俄关系。就目前来看，美国一直都在做无用功。目前中俄之间存在着广泛的共同利益，而且美国在俄罗斯那里没有丝毫的信誉可言，而中俄在各领域的合作早已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大好局势。在这种背景下，美国是很难撼动中俄关系的。针对美国的挑拨，俄罗斯总统普京更是强调，中俄之间战略伙伴关系已经处在了历史最高水平，中国和俄罗斯相互都保持的超高信任度，俄罗斯不会认为中国将成为俄罗斯的威胁。俄罗斯认为中国是一个非常友好的邻国，并且中国不会像美国那样敌视俄罗斯，俄罗斯不会因为美俄关系缓和而疏远中国。普京总统对于中俄合作的宣言彻底粉碎了拜登挑拨中俄关系的愿望，也肯定了中俄之间友好合作的光明前景。拜登的种种行为已经说明了美国在对抗中国时已经感觉到了巨大的压力了。美国只能不停地拉拢盟友和破坏中俄合作来增加自己的安全感，但是分裂的G7集团以及团结的中俄都预示着美国霸权主义的衰落。世界已经形成了多极化的新格局，霸权主义已经过时了。希望美国政府能够早日看清局势，不要再一错再错。